提到霸王龍，你腦海裡浮現的是什麼？是侏羅紀公園裡那頭張着血盆大口、露出滿嘴尖牙、一步一步震動大地的怪獸，還是那個被稱為恐龍之王的終極掠食者？可是最新的研究正在告訴我們，我們熟悉的霸王龍可能從一開始就被誤解了。它不是電影裡那種只會咆哮、追逐、撕咬的無腦殺手。它的身體設計、它的捕獵方式，甚至它的臉，可能都和我們想象中不太一樣。而第一個謎團就藏在它那雙看起來有點滑稽的小手裡。霸王龍的頭巨大，牙齒像匕首，身體像一台移動的工程機。可偏偏它的前肢短得出奇，2根手指掛在胸前，看起來幾乎派不上用場。所以長久以來，很多人都以為這雙小手只是演化留下的廢物，就像過去人們以為闌尾沒什麼用一樣，只是一個逐漸退化的身體零件。但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。有研究分析了82種不同的食肉恐龍，結果發現霸王龍的小手並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誤，它更像是一場精準的演化交易。也就是說，它不是失去了一雙有用的手，而是把身體資源換到了另一個更致命的地方——頭骨和下頜。研究人員用一套颅骨堅固性評分來衡量這些恐龍的頭骨有多強。簡單說，就是看它們的頭骨能不能承受巨大咬合力，骨骼結構是不是足夠厚重、穩固、耐衝擊。結果很清楚，頭骨越巨大、越結實、咬合力越恐怖的食肉恐龍，前肢往往就越短。這就像大自然在說，既然你已經有了一把能粉碎骨頭的巨型剪刀，就不必再保留一雙費力又耗能的大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種變化不只發生在霸王龍身上，在不同的恐龍家族裡，類似的身體設計反覆出現。霸王龍科是如此，阿貝利龍科也是如此，沙齒龙科的一些大型掠食者同樣如此。它們彼此不一定有很近的親缘關係，卻都長出了相似的身體方案：巨大的頭、強悍的咬合力、縮短的前肢。這就是所謂的趨同演化。不同的生物面對相似的生存壓力，最後走向了相似的答案。就像很多不同的甲殼動物，最後都演化出了類似螃蟹的外形，不是因為它們約好了要長成那樣，而是因為那樣的設計在當時的環境裡特別好用。對霸王龍來說，它面對的獵物也在變大。巨大的蜥腳類、披着頭盾、長着尖角的角龍類，都是不好對付的目標。要制服這些龐然大物，光靠爪子去抓已經不夠了。真正決定勝負的是一張能咬碎骨頭的嘴。於是，捕獵策略發生了轉變，像迅猛龍那樣用前肢撲抓，用爪子撕扯，是一條路；而霸王龍選擇的是另一條路，把頭變成武器，把下頜變成易壓鉗，把每一次咬合都變成致命打擊。當頭骨和牙齒成為主要武器，龐大前肢的價值就下降了。它們不但耗能，還可能影響身體平衡。久而久之，手臂越來越短，頭骨卻越來越強。而在所有被研究的物種裡，霸王龍的颅骨堅固程度名列前茅，甚至可能是第一。所以，霸王龍這個名字並不是浪得虛名，它真正的王冠不在頭頂，而在那副足以粉碎獵物骨骼的頭骨裡。但小手之謎只是第一扇門。當科學家把目光投向霸王龙的骨頭內部時，他們又發現了更驚人的東西。一具著名的霸王龍標本，名叫斯科蒂，它被認為是目前發現過體型最大的霸王龍個體之一。研究人員使用同步輻射 X 射線，向給化石做一次超高精度的透視掃描，結果他們在骨骼深處看見了一張隱藏了數千萬年的網絡。那不是普通裂縫，也不只是模糊的痕跡，它們像是古老血管留下的礦化柱形。富含鐵元素，保存得異常清楚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霸王龍的骨骼並不是冷冰冰的石頭故事。在它活着的時候，這些血管很可能參與了骨骼修復。換句話說，霸王龍受傷之後，身體有能力快速調動資源，修補損傷。這一點和現代鳥類有相似之處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頭10幾米長的掠食者，在獵殺大型獵物時，難免被腳頂傷、被尾巴抽中、被骨骼撞擊。每一次捕獵都是一場高風險搏鬥，如果沒有強大的癒合能力，它不可能長期站在食物鏈頂端。霸王龍不只是會咬，它還是一個能承受傷害、修復傷害，並繼續回到戰場的生物機器。接下來，另一個問題來了：霸王龍到底長什麼樣？我們熟悉的霸王龍通常是滿口牙齒外露，像鱷魚一樣，嘴還沒張開，尖牙就已經露在外面。這個形象很嚇人，也很適合電影。但它可能不準確。
有研究比較了霸王龍牙齒和現代鱷魚短吻鱷的牙齒磨損情況。鱷魚的牙齒長期暴露在外，風吹、日曬、摩擦、碰撞，磨損通常比較明顯，因為它們沒有真正能包住牙齒的嘴唇。可霸王龍的牙齒保存狀態卻顯示出另一種可能，它的牙齒也許沒有長期暴露在外，也就是說，霸王龍可能有類似蜥蜴那樣的嘴唇。當它閉上嘴時，牙齒被包裹起來，保持濕潤，也得到保護。這會徹底改變我們對它的印象。平常的霸王龍可能不是永遠齜牙咧嘴，它閉着嘴時，牙齒也許藏在唇後，只有當它張開巨口，那些刀刃般的牙齒才會突然出現。這種反差反而更可怕，因為真正的殺機往往不是一直暴露在外，而是在最後一刻才亮出來。關於霸王龍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，它到底從哪裡來？過去有觀點認為，霸王龍的祖先可能從亞洲遷徙到北美，但你提供的最新研究線索指出，這個故事可能需要改寫。在新墨西哥州發現的一塊距今約7400萬年的骨骼，似乎比經典霸王龍還要早幾百萬年。它可能來自霸王龍的早期近親，甚至可能與霸王龍祖先有關。如果這一判斷成立，那就意味着霸王龍的崛起或許不是從亞洲遠道而來，它可能早就在今天美國西南部一帶開始變得巨大，開始走向頂級掠食者的位置。也就是說，在霸王龍真正稱霸北美之前，它的王朝可能已經在更早的時間悄悄奠基。而另一個長期爭議也正在變得更加有趣。有些體型較小、外形接近霸王龍的標本，過去被認為是年輕霸王龍，也就是還沒長大的少年個體。但另一些科學家認為，它們可能不是霸王龍幼體，而是一種獨立物種——奈米暴龍。其中最著名的線索之一，來自決鬥恐龍化石。那是一組極具戲劇性的化石組合，一邊是類似小型暴龍的掠食者，另一邊是三角龍。後來的研究觀察了骨骼內部的生長輪，生長輪就像樹木年輪，能告訴我們這只動物大概活了多久，是否還在快速成長。結果顯示，這些小型暴龍個體可能已經成年，年齡至少達到20歲左右。如果它們已經成年，那就不太像是沒長大的霸王龍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霸王龍生活的世界可能不只有一種大型暴龍，在它身邊還可能生活着體型較小、速度更快、捕獵方式不同的近親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的非洲草原，獅子是力量型王者，豹子則更敏捷、更靈活。它們共享同一片土地，卻各自佔據不同的生態位置。如果奈米暴龍真是一個獨立物種，那麼晚白堊紀的北美就不是一個只有霸王龍獨自稱王的舞台，而是一個更複雜、更殘酷，也更精彩的掠食者世界。說到這裡，也許有人會問，我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研究一種早已滅絕的巨獸？答案是，霸王龍不只是恐龍迷的興趣，它更像是一扇窗，讓我們看見生命在極端環境下能把身體推到什麼程度，它如何移動，如何受傷後癒合，如何把頭骨演化成武器，又如何在激烈競爭中成為陸地上的頂級掠食者。這些問題不只是關於過去，也是關於生命本身，因為演化從來不會憑空創造奇蹟，它總是在環境、獵物、競爭、能量消耗之間不斷做取捨。霸王龍的短手不是笑話，它的巨大頭骨不只是恐怖，它可能有嘴唇，也可能有驚人的癒合能力。它的祖先、近親和生態位置也遠比我們過去想象的複雜。最後我們看到的不是一頭電影裡的怪獸，而是一個高度適應環境的成功生命體。它有強大的雙眼視覺，有靈敏的嗅覺，有足以壓碎骨頭的咬合力，還有一套能支撐高風險捕獵生活的身體系統。所以，真正的霸王龍可能比電影裡更安靜，也更聰明，更耐打，更精密。它不是單純靠蠻力稱王，它之所以成為恐龍之王，是因為在那個世界裡，它把力量、感官、癒合、身體結構和捕獵策略全部推向了極致，而這才是霸王龍真正可怕的地方。